男人正悠哉地洗着澡，全然没意识到危险已经慢慢靠近。闻声赶来的段家父母立刻将儿子送到医院。段凯虽然保住了性命，但却永远地失去了生育能力。得知情况的段凯顿时崩溃不已，对着众人破口大骂起来。这时接到报案的民警也赶到了医院。你还在这儿干嘛啊？还不抓任秋秋那个贱人和吴建州那个死保安？他们俩串通好了害我！眼见段凯情绪愈发的激动，医生只能给他打下镇定剂，这才使他安静地沉睡过去。之后警方就向段凯的父母询问情况，可段母表示他们也不知道小两口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当晚一家人正聚在一起吃饭，用餐期间，段凯跟任秋秋还有说有笑，恩爱有加。而到了半夜，老两口确实有听到段凯房间里传来奇怪的叫声，但他们以为是夫妻二人在亲热，所以并没在意。直至听到儿子声嘶力竭的惨叫声后，才反应过来大事不妙，但却为时已晚。等他们赶过来时，只剩段凯一人倒在血泊之中，而任秋秋早已不见了踪影。警员听后又问起刚才段凯提及的吴建州，段父说他只知道吴建州是小区的保安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就在这时，病房外突然传来异动，女警员连忙出去查看情况，却只看见护士正在怒斥一个落荒而逃的背影。这个神秘人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会出现在病房门口？而任秋秋又为何会对自己的丈夫下此狠手呢？还有段凯提及的那个保安吴建州又跟这个案件有什么关联呢？带着这些疑问，警方来到了小区保安处，打算先从吴建州这里着手。不料却从吴建州同事口中得知，昨天深夜吴建州被一个女人叫出去后就没再回来过。随后警方又在吴建州的枕头下面找到一张照片，照片中的两人正是吴建州和任秋秋，二人关系显然不一般。而随后同事也证实了这点，任秋秋和吴建州的确是情侣，但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分手。而分手后没多久，任秋秋就嫁给段凯。了解了这些情况后，警方带着照片找到医院，从护士口中得知吴建州就是早上从医院慌张逃离的神秘人。这样一来，案情就十分明朗了。案发之后，任秋秋肯定是去找吴建州了，而叫醒吴建州的那个人就是他。如今二人肯定还在一起，要想弄清事情的全部真相，就必须找到他们。警员推断吴建州走得匆忙，肯定还会再回来拿东西。果不其然，当天晚上吴建州就返回宿舍拿东西。这时同事在背后拉住了他，并且将警察已经来过的消息告诉他。吴建州闻言顿时紧张不已，赶忙背着包离开宿舍。然而他不知道有两个神秘人正跟在自己后面。到酒店后，吴建州立马打电话给任秋秋，说东西已经拿到了。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，得知是送水的后，吴建州这才放下戒心将门打开，却没注意到这个送水的长发男人正偷瞄着房间里的情况。神秘人走后，吴建州才反应过来自己并没有叫热水。任秋秋提醒吴建州会不会是警察找过来了。吴建州闻言也不敢多待，收拾东西准备离开酒店。与此同时，送水的神秘人也正跟一个人打着电话，告诉他任秋秋并没有跟吴建州在一块。电话那头的男人告诉神秘人盯紧吴建州，他一定会去找任秋秋的。镜头一转，由于案件没有新的进展，警方来到任秋秋母亲家调查情况。任母告诉警察，吴建州曾经上门提过亲，可他要长相没长相，要房子没房子的。女儿瞎了眼，但自己可不瞎，自己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他？自那以后，任秋秋就跟着吴建州离开了家，再也没回来过。任母说完又反问警察，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于是警察就把任秋秋嫁给段凯，并将段凯命根子剪断的事说了出来。可让人惊讶的是，身为母亲的她竟然不知道女儿已经结了婚，而对于女儿会下此狠手一事更是难以置信。见任母对案件并不知情，警察也只能先行离开。临走前还不忘提醒任母，如果有任秋秋的消息，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警方。任母满口答应，可就在警方走后没多久，她便焦急地推开了房间的门，而床上坐着的正是警方寻找多时的任秋秋。现如今警察已经找上门，任母也意识到了事情不简单，于是便厉声质问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而一个荒唐的真相就这样浮出了水面。原来自从那天被任母拒绝之后，吴建州就一直为买房这事头疼不已，为此他甚至刮起彩票，但这显然也是痴人说梦。
而就在这时，同事谈话间不经意提及的经济适用房却引起了吴建州的注意。原来这经济适用房的价格相对商品房便宜不少，以吴建州现在的存款再找父母凑点，付个首付完全没问题。但这有个难点，就是必须城市户口才能购买。吴建州听完同事的话，若有所思，最后想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馊主意。他找了一个叫段凯的城里人，让他和我假结婚，婚后申请了经济适用房，房子写的是我的名字，然后再办离婚，这样房子就是我的。为了保证计划顺利进行，吴建州还和段凯签下一份协议，答应事成之后给段凯3万块以示感谢。而等房子申请下来后，段凯必须马上跟任秋秋离婚。原本两人想着只是假结婚，没必要通知家里人，但好巧不巧的是，二人领证那天正好被段凯的二舅看见。段凯耐不住父母的催促，只能将任秋秋带回家中。不料段凯的父母见到漂亮文静的任秋秋后是满意不已，当晚就留她在家里过夜。任秋秋虽然百般不愿，但为了演好这出戏，也只能答应下来。这个时候，段凯还没露出他的真面目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他却十分绅士地表示要打地铺，而这个行为也让任秋秋悬着的心落了下来。久而久之，对段凯也慢慢放松了警惕。不久后，段凯带着房产证找到任秋秋，任秋秋顿时喜出望外。接下来只要把两人的婚给离了，自己再付给他3万块钱，这个计划就算是完美落幕了。可就在这时，段凯却提出让任秋秋再跟他回一趟家，和父母聚一聚，让他们高兴高兴。任秋秋本想拒绝，但耐不住段凯的软磨硬泡，再加上这些日子段凯表现的的确人畜无害，于是便答应了段凯的请求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就是这一次的心软，却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当晚，段凯父母准备了一大桌饭菜，盛情款待任秋秋。段凯也十分的殷勤，一直给任秋秋倒酒。在父母看来，这是小两口感情好的表现。殊不知，自己的宝贝儿子正在酝酿着一场阴谋。没过多久，任秋秋就被段凯灌得酩酊大醉。段凯趁势将他扶进房间，看着床上的曼妙身姿，段凯终于露出了他的丑恶嘴脸，猛地扑了上去，侵犯了任秋秋。可让段凯意外的是，任秋秋跟吴建州相恋多年，竟然还是处子之身。看着床上的落红，段凯是惊喜不已，随后便哼着小曲进了浴室洗澡，全然没注意到身后的任秋秋。此时的怒火已经达到了顶点，只见他一把抓起床头的剪刀，先是将被单上的落红剪得稀烂，随后又来到浴室，看着段凯得意的样子，任秋秋瞬间失去了理智，把心一横，剪掉了段凯的命根子。任母得知真相后是后悔不已，但却为时已晚，母女二人抱头痛哭起来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，见来人是吴建州。任秋秋高兴地扑了上去，却不料角落里突然窜出了2个人，手持利器将二人挟持进了里屋，连带着任母也被控制了起来。而其中一个人正是上次在宾馆里给吴建州送水的长发男人。可让人奇怪的是，这2个绑匪既不求财也不求色，有人要你的命根子。此话一出，任秋秋立马反应过来，他们是段凯雇来的，而段凯给歹徒下的命令就是要任秋秋跟吴建州付出惨重的代价。在任母声嘶力竭的惨叫声中，任秋秋被歹徒乱刀刮花了脸，而一旁的同伙则负责将这一切记录下来。惩罚完任秋秋后，歹徒转头便脱起吴建州的裤子。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。婶子，我是小田儿，你不是说今天让我来给你送小米的吗？你开下门。歹徒听到叫声后，连忙停下手上的活。为了不把事情闹大，他们只能用刀抵着任母的后背，想让他把门外的人打发走。却不料大门一打开，任母就被拉了出去，紧接着便冲进来一群警察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原来警方早在任秋秋家附近安插了眼线，接到消息后，警方第一时间赶往任家，这才阻止了悲剧的发生。最终，任秋秋因故意伤害罪被逮捕归案，而段凯雇人捆绑囚禁任母3人，并划伤了任秋秋的脸，显然也是不对的。他和2名歹徒的行为也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。婚姻应该是自愿而神圣的，不应该成为利益交换的筹码。可任秋秋和吴建州却把婚姻当成了交易，
以谎言开场，注定也不会有什么好结局。